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记者从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府部门证实，鸡西市鸡东县兴农镇居民王某某及亲属9人在其家中聚餐，食用自制酸汤子引发食物中毒，而制作酸汤子所用食材已在冰箱里冷冻1年。酸汤子是用玉米水磨发酵后做的一种粗面条样主食，经医院化验检测，食物中黄曲霉素严重超标，初步判断为黄曲霉素中毒。截至目前，共有7名患者经救治无效死亡，2人正在抢救中。黄曲霉素是目前发现的最强致癌物质之一，其毒性相当于氯化钾的10倍，砒霜的68倍。1毫克黄曲霉素即可致癌，如果一次性摄入20毫克，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成年人死亡。1993年，它就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1类致癌物。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容易产生黄曲霉素呢？1. 发霉的花生、玉米。黄曲霉素藏在发霉的，特别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里，如花生、玉米等。淀粉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会滋生导致肝癌的黄曲霉素，建议每次即买即吃，不要存货，以免霉变。另外，黄曲霉素以孢子形式传播，食物容易牵连霉变，因此一旦发现有1颗花生坏了，那么1碗花生米或者存放的1袋花生米都得扔掉。2. 变质的米饭。变质的米饭最容易产生黄曲霉素，建议吃多少做多少，不留剩饭菜。3. 发苦的坚果。如果吃到变苦的瓜子儿，一定要及时吐掉并漱口，因为瓜子等坚果的苦味正是来自霉变过程中产生的黄曲霉毒素，经常摄入会增加肝癌风险。4. 劣质芝麻酱。有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，用糠芝麻、别花生，甚至变质的芝麻、花生做原料，其中变质的花生中含有黄曲霉毒素。5. 小作坊自榨油。有的花生外表正常，但内部已出现黄曲霉素，而小作坊榨油机工艺简单，缺乏除去有害物质的工艺，不能对原材料进行精炼，可能会出现农药残留、重金属污染及存在黄曲霉毒素等问题。除此以外，平时很多人都会将买回家的新鲜食物立即放进冰箱里，但你可知道冰箱不等于保险箱，并不是所有食物都可以放进冰箱内储存的。一来，因为冰箱存放食物时要有适度空间，以利于冷空气流通，才能保持合适的温度，抑制细菌的繁殖，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。二来，虽然低温能够帮助很多食物保鲜，但有些食物放进冰箱后反而会缩短保质期，更容易坏掉或者影响口感。另外，有些食物放入冰箱冷藏室，可能反而坏得更快。比如1. 热带水果，像香蕉、芒果、木瓜等通常没熟透的时候就会被采摘下来售卖，而未完全成熟的水果被放进冰箱，会抑制自身乙烯的释放，在冰箱里可能一直是生的，没办法变软变甜。另外，在冰箱的冷藏的温度下，这些热带水果很容易被冻伤，轻者表皮变褐，长出麻点点，严重的甚至会内部软烂腐败。其实最适合储藏这类水果的温度大多高于8摄氏度。想要减慢香蕉的腐烂速度，只要用保鲜膜包住香蕉的根部，就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。而芒果、木瓜等用纸包起来，放在通风避光处即可。2. 土豆、番薯。土豆中含有丰富的淀粉，而低温会将土豆里的淀粉分解，影响口感。而且冰箱的制冷功能还会释放一些水汽，潮湿的环境更容易加速它发芽。而发芽后的土豆、番薯龙葵素含量增加，食用后可能会使人中毒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症状。保存方法：在装土豆或番薯的纸箱或袋子里面放几个苹果，苹果会散发出一种叫乙烯气体的东西，可以减缓发芽速度。此外，土豆和番薯要分开放置，否则容易长芽。3. 大蒜、洋葱。冰箱的温度虽低，但湿度也大。大蒜、洋葱如果放在潮湿的环境里，就算温度再低，也是很容易发霉变质的。而且这2类食物的气味较大，若是切开过的放入冰箱，会让其他食物沾上洋葱的味道。
建议把大蒜、洋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。4. 面包。面包在烘烤过程中，面粉中的淀粉直链部分已经老化，这就是面包产生弹性和柔软结构的原因。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，直链部分慢慢递合，柔软的面包会逐渐变硬，这种现象叫变沉。而放在冰箱里，温度较低，会加快食物变沉变硬的速度。建议刚出炉的面包可以放到大号保鲜袋内，室温保存即可，且尽量在保质期内吃完。5. 蜂蜜。蜂蜜天生具有保鲜功能，而低温下，蜂蜜中的结晶会析出葡萄糖，虽然其性质没有发生改变，但会影响口感。建议密封存放在阴凉处即可。6. 中药材。中药材放冰箱里很容易受潮、变质，影响药性，甚至引发副作用。对一些贵重的药材，如人参、鹿茸等，若需长期保持，可放在一个干净的玻璃瓶内，然后将糯米用文火炒至暗黄，待晾凉后放入，将瓶盖封严，搁置在阴凉通风处即可。7. 咖啡豆、茶叶。一些晒干、烘干制品，如茶叶、咖啡豆、奶粉等，经过干燥处理后，水分含量极低，微生物无法繁殖，只要注意防潮，就能保存很长时间。已经开封的，若放入冰箱，会因为密封不严变潮发霉，而且冰箱中的味道还会混进里面，影响品质。建议近期不想喝，想保存更长时间的话，可以把它们密封好后放进冷冻室里冻起来。最后，小关还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冰箱的5个疑问，这些误区你有没有中招呢？1. 蔬果洗干净再放进冰箱吗？很多人喜欢把果蔬洗干净后再放入冰箱，觉得这样更方便也更卫生。但营养学家表示，某些蔬果，特别是表皮中呼吸孔比较丰富的，如黄瓜、胡萝卜等蔬菜，水洗后会变得潮湿，再加上冰箱内的湿冷环境，非常利于霉菌滋生。再者，蔬果表面都有自带的防菌保护膜，保护膜被清洗后，反而有助于细菌入侵，加速变质。建议若蔬果、鸡蛋表面有脏物，可以用干净的布擦拭后，套上保鲜袋，再放入冰箱。2. 果蔬可以放一起吗？很多人知道肉和蔬菜要分开，却没想过蔬菜和水果也最好分开放。有些水果，如苹果、香蕉、梨成熟后会排放一种乙烯气体，它会促进叶落和果实成熟，从而加快蔬菜腐败。因此，易释放乙烯的水果更建议密封，和蔬菜分开存放。2. 要等饭凉了再放进冰箱吗？在我们的印象中一定要等食物放凉才能放进冰箱，否则会影响制冷系统的工作效率，缩短冰箱寿命。但你可知，放凉的过程正是细菌繁殖的大好机会，尤其是炎热的夏季，更是会以成倍的速度增长。其实，一般在吃完饭后，食物的温度已经降低很多，可以直接打包放进冰箱，并不会增加冰箱负担。还要注意，放入冰箱的食物要尽早吃掉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要充分加热后食用。4. 可以哪儿空放哪儿，不讲究位置吗？很多人在冰箱中储存东西都是想放哪儿放哪儿，没有任何规律可言。但其实储存位置很关键，冰箱不同区域是存在温度差的，适合存放的东西也不同。冷藏区温度为0到4摄氏度左右，适合存放剩饭、剩菜、水果、蔬菜等。恒温冷藏区，也就是抽屉内层，温度为0摄氏度，适合存放鸡蛋、即将吃掉或解冻的肉类。冰箱门因为经常开合，温度较高，在6摄氏度左右，适合放密封包装的饮料、乳品、酱料等。另外，要遵循熟食放上面，半熟品次之，再往下是生食的原则，这样有利于避免细菌交叉感染。还要提醒大家，一般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5摄氏度以下，冷冻室设置在零下18摄氏度左右较佳。5. 应该如何清理冰箱呢？冰箱不仅要定期清理食物，每2到3个月还要清洗一次，而简单的清水擦洗其实并不能将里面的细菌杀死。小编今天教大家一种秘制除菌液，用70%浓度的酒精清洗冰箱5分钟，就能消灭李斯特菌。食醋清洗冰箱5分钟，能杀死90%以上的大肠杆菌、葡萄球菌。
两者搭配使用，5分钟后用清水洗净，冰箱更干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